今天上午 TGA 2025结束了，忍不住感慨一下，现在的 TGA 就是那种过年必看的晚会啊。就是你作为一个经常玩游戏的人，你明知道他大概率会整出点烂活，但是你就忍不住的要看，看完了反正你得吐槽两句吧。反正我呢有2点不吐不快啊。首先是今年的大赢家33号远征队，他获得的最佳游戏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独立游戏给他是不是也有点过分了？还有一个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么多年的 TGA， 你会发现这个典礼它逐渐被玩坏了，而且它的公信力不断的受质疑啊。更让我们这些玩家失望的是，你就看这个展会，你就会发现游戏行业也在不断的没落。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首先还是要恭喜一下光遇影33号远征队啊，拿下今年的最佳游戏。我知道其实游戏作品是好是坏，其实很多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要说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他拿奖我觉得很正常的，就是因为今年2025年它是一个游戏小年。你想想2023年那年博德之门和王国之力神仙打架，今年呢就是矮个子里拔将军，有点菜鸡互啄的意思。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啊，所以33号远征队其实它是有点东西的。它的故事首先讲的是真不错啊，33岁就死这个设定就是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悲剧感，确实抓人眼球啊。再看这个游戏的美术啊，确实毋庸置疑的好，每一帧截下来其实都能当壁纸，而且在 JRPG 系统里面能加入比较复杂的战斗操作系统，也算是一个突破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说说它的毛病啊，这个游戏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成也战斗系统，败也战斗系统，什么回合治理弹反啊，这些东西刚上手的10几个小时里确实很爽，感觉自己就是能操作怪，而且高手非常喜欢这个设计。但是到了中后期，你打个小怪都要盯着屏幕按，重复度有点太高了。玩到最后呢，说实话真的有点是因为无聊而想摔手柄。所以说他是赢了，但是赢得不够完美啊。还有就是他的对手衬托的比较好，其他的候选大多是续作。这样一个新兴的工作室，反正评委肯定是要倾斜一些票的。说完了最佳游戏奖，还有2个奖他拿的确实有点虚啊。他获得了最佳音乐奖，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其他的奖项，比如那个最佳游戏指导，还有最佳独立游戏，反正这2个奖拿的就很奇怪。先说最佳游戏指导啊，这个奖通常是颁给那种玩法、节奏、叙事都非常好的游戏。可是33号远征队呢，刚才也说了，中期的战斗重复，节奏拖沓，这明显啊就是设计上的经验不足啊。更让我摸不到头脑的就是这个最佳独立游戏。咱们看看33号远征队是个什么配置。虚幻物引擎做的画面，那个体量，他那个工作室的体量，还有他们做的特效，还有他们的宣发，还有他们的外包团队，哪一点都不像一个缺人缺钱的独立工作室搞出来的。我感觉这个游戏就是一个2A 大作了，后面是有资本的撑腰的。你把它扔到独立游戏里面，跟哈迪斯2、斯之歌这种正儿八经靠创意和肝硬拼出来的独立游戏对比，就是有点不太公平。反正我觉得这个奖给他吃相有点难看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双影奇境这个游戏没有进提名，我真的是不太理解。如果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播片，光说好不好玩，双影奇境的关卡设计就是无敌好吗？就是它的创意就是拉满。所以说今年最佳游戏的提名里，像哈迪斯2和斯之歌这种游戏虽然优秀，但是它是一些没有新鲜感的续作，完全可以腾一个位置给双影奇境，然后他们去争夺那个最佳独立游戏。但是呢就很遗憾了， TGA 还是选择了流量和名气，把真正钻研玩法的作品给无视了。这也再次证明了现在的 TGA 就是一个名利场，谁的嗓门大，谁的卖相好就有糖吃。至于你的游戏做的有多牛，那都得往后稍稍不是。至于我要吐槽的第2点，就是看完本届 TGA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游戏行业可能要完了。从2021年到2025年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恶心的趋势。首先呢 TGA 的信誉就是不断在崩塌，然后游戏圈呢，我作为一个玩家反正感觉游戏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，就是老登感十足啊。TGA 最大的毛病就是那个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，它的评价标准就是薛定谔的标准，你根本都摸不透。2021年呢，他把奖颁给了双人成行，
那时候他跟你谈情怀，说我们一定要鼓励那些独一无二的玩法创意。哎，对，咱玩家听了觉得可以。2022年呢，他把奖给了《艾尔登法环》，这个时候他就不讲创意了，讲的是工业规模和统治力。说老头环重新定义了开放世界啊，这也行，毕竟老头环确实牛啊，口碑啊，游戏性什么都好。到了2023年呢，神仙打架我们就不说了。到了2024年，游戏小年和今年一样，但是黑神话悟空卖爆了，而且影响力很大，评分也很高，它的工业水平也不差吧。结果呢 ，TGA 换了一副面孔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就是要回归初心，纯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”然后就把奖给了一个手柄模拟器。当我听说这个结果的时候，就是我都觉得任天堂会非常的尴尬。再看今年2025，他又变脸，给了33号远征队，理由好像变成了我们要支持新进的工作室，看重艺术表达和叙事深度。大家看看，这哪有什么标准呢？这就是量体裁衣，他想捧谁就现编出一套理由，想踩谁就能挑出一堆的毛病。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操作，就让咱们玩家怎么信他呢？他现在就像一个看心情打分的老师，完全没有公平可言。咱们玩家呢，现在就变成了一种特别没有排面的存在。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啊，网上骂的越凶 ，TGA 的结果就越不能服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 TGA 规则太奇葩了，媒体投票占90%，咱们几亿玩家呢，投票只占10%，也就意思意思。这还算个屁的玩家游戏盛典啊！这不明摆的就是那种媒体精英的小圈子聚会吗？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？厂商为了拿奖，不琢磨怎么让咱们玩的爽，光琢磨怎么讨好那几十个媒体编辑。媒体呢，一个个就端着架子，非要彰显他们的品味独特，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口味实际上跟普通玩家是越来越割裂的。到了咱们玩家这儿呢，就是真金白银的花钱买游戏，但是大奖不是众望所归的，所以只要这个9:1的权重不改，这 TGA 以后就会沦为笑话。最后咱们唠点扎心的，其实 TGA 也是游戏行业的照妖镜啊。看了这10年，特别是近2年的候选名单，兄弟们，不得不承认，游戏行业真的是在走下坡路，甚至有点烂根了。你想想，2017年、2018年那会儿啊，塞尔达、大表哥2、战神4、神仙打架比2023年还狠。每个游戏呢，都想方设法的给你整点新鲜花样，它都在挑战极限。但是现在呢，设计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满大街的开放世界，全是清据点、开塔、捡垃圾，这不就是把原来的罐头换了一个包装吗？而且大厂们都怂了，他不敢创新，只敢在成功的公式上修修补补。还有一个更恶心的，就是脸谱化和说教风。前几年西方那股正确的邪风就是第一爱，游戏角色，尤其是女性角色就越来越丑，还有非要给你整点多元化，好像做的好看点，就像犯法一样。剧情里也是，就是不好好讲故事，非要塞一堆生硬的道理去教你做人。这2年余毒其实并没有清理干净，所以夹带私货的情况你多少还是能看见一些的。行了，就唠这么多吧。作为玩家，我们只能怀疑那个创意满天飞的黄金时代了。在这个资本裹挟、政治正确、余毒、创意枯竭的年代，咱们能做的就是珍惜黑神话悟空、天国拯救2还有双影奇境这样的好作品，以及那些还在坚持好好做游戏的公司和制作人，虽然他们也不多了。至于 TGA 那个奖杯最后给了谁，以后就看个乐呵得了，千万别当真啊！真正的年度最佳永远都存在自己的硬盘里，而不是那帮穿西服的评委的嘴里。好了，我是5人，我们下回接着聊。